的天哪，这个人真的是很难拿下，这个合作真的是很麻烦，很多事情要处理，不能再感情用事了 ，OK， 也不能再过分的受到情绪影响了。这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啊，你要处理很多你自己内在情绪层面的问题，这个状况呢，是不是能够解决？你自己有没有真的在第2个月已经下定决心了？你会觉得你在这个状况当中好像很渺小，好像很没有力量你们就是他也不逃了 ，OK 你也不需要渴望了，这个时候就对等了，你就持续做好你该做的事情，自然就会走到那个结果了。你的成功呢，是因为这件事情你本来就很在行，走着走着，你都会发现我们不断的正在长大着，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东西，叫做成长。Hello， 摩羯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呢，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呢，不管你现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影片，如果不是首播的话呢，请你自行前后推敲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是以你当下看到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吗 ？OK， 好。然后呢，我们一样呢会按照老规矩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这个整体流程跟架构首先呢，我们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我们会先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每个月份的能量场上面的一些现状，还有一些细节。然后接着呢，会来说明有关于在每个月你需要特别来学习的生活实际课题。那紧接着我们会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们会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等一下我即将要告诉你的这些内容，并且来看看宇宙有没有什么症结点要跟我们摩羯座的朋友们分享。那我们会在各个月份呢，在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提醒大家有哪些关键人物可能会出现，或者是有一些关键时间点或者是时刻要特别先超前部署一下。那甚至呢，我们也会告诉你在每个月份有哪些要特别会注意发生的突发状况或事件，以及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用天使下凡来解答回答大家3个问题所以你可以想3个问题，我会请天使来回答你是 yes or no， 或者是呢有更好的建议 OK。 那最后呢，我们在延伸牌卡解读的结尾会进行天使跟宇宙传讯的部分，会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摩羯座的朋友们，好吗？好，以上呢稍微解说完毕之后，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了。那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等一下我就会讲第1个月份跟第2个月份跟第3个月份。那如同我所说的，不是在首播看到的朋友们，请你自己前后推移。那这一张牌卡呢，没有翻过来的，也就是你的王牌底牌。那王牌底牌呢，会来告诉你在这个整个季度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状况的话呢，你可以来参考这张牌卡给你的建议，好不好 ？OK 好，以上说明完毕，我们就准备进入到你的能量场。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好，请稍后OK， 行。我觉得呢，我刚刚在读你能量场的时候有一点像是怎么讲？有点像2个人刚开始有点对不上，需求不同，有点对不上，频率有点不对，我这样讲频率有点不太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可能彼此之间该调整的或误会解开了，或者是事情稍微能够达到一个共识了。所以后来呢，我觉得这2股能量才开始结合起来，好吧 ？OK， 好，这是你大概整体的能量给我的感受。但是呢，结合之后其实才是真正的开始。OK 所以呢，我会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个月的过程当中，可能呢你要去想一下因为这可以套用在任何你想要去核对的事情上面包括你所在乎的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那来听我的这个牌卡解读，请你自行套用在这些状况，然后也可以做角色互换。我们就准备进入到你第1个月的能量场，好吧 ？OK 首先呢，第1个月能量场你抽到的是钱币3，抽到的是圣杯女王，抽到的是钱币国王。OK 这3张牌卡在你第1个月份出现的时候会让我有一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2股能量跟频率不太协调比如说是你跟你的伙伴或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或你在追求的这个梦想，或想要去应征的这个公司。OK
这两个呢，完全一个是就是水的能量，就是圣杯女王跟一个钱币国王。OK 啊，我会觉得不管你是 A 或者是 B 或者是左或者是右哈，反正我就讲给你听哈。我个人会感觉呢，代表钱币国王的这个人，我用人你们比较容易懂哈，我就直接讲人哈。这个人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务实的哈。那务实之外，我甚至会觉得有点太完美主义了，就是他会有点挑东挑西的完美主义。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他要挑这个钱币三哈，这边虽然是一个钱币国王，可是你注意看哦，他是有3个钱币的，所以呢，这个人哈，他很清楚知道他在什么样的位置。你看他在鹿角最高的这个位置上面，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来跟我合作，不好意思哦，要通过重关卡哈，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人很完美主义，所以他在挑一个要跟他合作的人，或比如说要跟他在一起的人，或者是比如说要应征的人，他在看这些员工的时候，在应征的时候，这个人呢是蛮挑剔的，甚至有点很完美主义的。因为呢，他是站在这个鹿角哈最难站的这2个尖端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哈，他本身应该自身带着有一点是比如说很专业，或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这种特质存在，或者是你在跟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是他很拿手，他很在行的，或者是呢，他在这个领域是有深耕的，甚至呢，他在某个地方是有一点别人绝对不会抢过他的。所以这个人呢，之所以有这样的特质存在哈，所以相对的他比较 picky 一点点，然后他比较要求比较多，或他很慎选他的合作伙伴或他另外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也就是凭借着这一点的自信，或者是这一点的状况，所以他呢会宁可要你这样子小心翼翼一步一步爬上来哈，他也不会轻易让你进入到他的世界。或者是就是很随便的就选你了 ，OK 哈，所以这个人给我有一种感觉，然后但是呢，因为他是骑在这个鹿角上哈，我个人会认为他这个人虽然看似哈，如果不是很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他这个人怎么那么难搞，但其实他骑在鹿角上是象征的一种能量的感觉，有点像说，其实他是一个，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哈，但是他就是一个很直线条的人 ，OK 哈，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刚刚要求的那个点？他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哈，他不是什么心机很重啊，想尽办法刁难你，不是，他就是长这样哈。所以他站在这个鹿角上面，给我有一种感觉，他就是很直，头脑很硬哈，就是这样子一线通到底。OK 哈，所以不认识他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误会或误解。甚至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难以相处 ，OK？ 那另外这个呢是一个圣杯女王 ，OK？ 那这个圣杯女王很有趣的是呢，我在看她的能量场的时候，你看到她抱着一个海马我个人会感觉她是一个很珍惜非常怎么说呢？很珍惜她的合作伙伴或另外一半的一个人，而且呢，她这个人蛮忠诚的一旦她认定的话，她就是非常的专一 ，OK？ 或者是比如说就是非常的巩固这件事情。或者是他就是立场就是站得很硬 ，OK 哈，所以其实他们俩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可是呢，这个人毕竟他是一个圣杯女王 ，OK 哈，那这个人其实他本身是坐在一个贝壳上。那我个人会感觉这个人是会把底牌亮出来的那种人，就是说你要跟我合作是吧？来啊，我告诉你，我们公司规模怎么样？有多少的员工，我多少的资金这个人就是会摊牌的那种。这个人反而比较不会，这个人的贝壳是合起来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由于他知道，他一旦全心全意付出或给予的时候，他是很忠诚的，很专一的，甚至是心无旁骛的，所以他这一个钱币你可以把这个象征是一个钱币他不会把他的底牌给你看的。OK， 他甚至搞不好跟这个人相处一阵子，都还不会揭露这些东西，让这个人知道。OK， 可能只会透露说对，我有点钱我就用钱币来形容嘛，我有点钱，不太多大概2个亿他就是不会讲出来的OK， 就算他有很多，他不会讲，原因是因为他在思考谁才是真正那个他可以拥有的，并且可以跟他分享的，甚至能够愿意跟他在这样子大海之中因为大海是在海底下嘛，这个路是在那个怎么讲平地之上嘛，所以你注意看他们一个人是在水底，一个人是在地面上，所以有一种天差地别的感觉。这2个人应该是在某部分的这个差异性其实也是蛮强的 OK 甚至是喜欢的兴趣有点不同，生活圈也甚至不一样 OK， 擅长的东西也不同这个人比较善于感性的东西，这个人像我刚刚讲他比较理性层面的东西不好意思我要在你1月份讲比较久，因为这跟你后面的这些东西很有关联 OK， 你后面的东西我就可以解得比较快 OK， 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人他本身呢是有很多人在他身边游移的，比如说假设你是在看感情，就是说他追求者很多 OK 或者是比如说呢，假设我们这样讲，他呢是一个比如说要去应征工作的，他有很多机会的，他不缺机会的
OK 哈，所以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蛮丰盛跟富足的状态，然后再加上情感很丰沛，这个人本身应该人缘也蛮好，亲和力也蛮强的。不过呢，这个人的头上的头发呢是一个这叫什么章鱼吗？还乌贼应该是章鱼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他在某些部分来说，他的情绪啊、感受啊，会牵引他很多很多，甚至会有点影响他想要做的决定，或者是他能不能够去。怎么说呢？能不能够去释怀他心中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在选择一些人事物的时候呢，他呢有些时候会受这个章鱼的嘴会有点影响。OK，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他有好也有坏，因为这个角色的人，我觉得他看的东西比较细节，然后看的东西比较情绪感性层面比较多。这个人就是完全是在一个蛮理智的状态。OK 哈，然后呢？在1月份的时候，我个人会感觉这两个人在交手的时候，或者是你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这张牌卡是一个钱币3，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钱币3它还在一个架构的过程。你看这个小女生她拿着这个鸟一个拿锤子，一个拿砖块，他们还在堆叠这个要开花的这个花还没有开好，还没有架好，所以我才会说呢，这两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频率应该是有点不太对的，对不太上的。OK 哈，甚至要磨合的点可能很多 OK， 然后他们如果真的要磨合真的就会像盖这个砖块一样真的要耗时又耗精力又耗劳力跟体力的 OK 哈，就是精气神应该都是蛮消耗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会变成是说，在不是说完全不对平，而是说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在里面，他们才可以开花结果。这是第1个月我感觉到这个能量场就是长这样，所以来到第2个月的时候呢，我个人会感觉你看这个权杖4，然后还有这个宝剑女王，加上这个权杖6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来到第2个月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两个人应该会来到一个节点上，这个是一个家 ，OK， 有2个人站在上面，一男一女嘛，就是刚刚这个一男一女是一样的道理 ，OK， 这2个人可能会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磨合了这么多，OK， 你看这边是2只鸟，这边也是2只鸟，这个呢砖块就是你们在盖的这个房子 ，OK 哈，所以呢这个房子呢总算地基是稍微盖好了。OK， 也稍微比较平稳的，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如果你在这边真的有一个实际交手的人摩羯座的朋友们，你在这里呢，应该会花很多时间跟他摩擦，甚至不是在第1个月，你从前面就在跟他摩擦了。OK， 那来到这个第2个月，我觉得是属于比较已经大家都是知道彼此的脾气或习惯，或者是那就是踩雷的那个点 ，OK 哈，所以来到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方，好，这个花呢稍微在这里已经微微可以张开 ，OK 哈，然后呢，接下来这边呢是一个权杖6跟这个宝剑女王。那这个权杖6呢？你看这是一个女生，她骑着一只鸟然后拿着一个花呢，在这边好像有点引用她就是告诉她说，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啊。然后呢，这个宝剑女王呢，她呢拿着望远镜在看着远方，手上扶着一只鸟。OK 哈，我个人会感觉这2只鸟有点像是这2只在盖房子的这2只小鸟，到这里之后好不容易盖成了，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人要往前走，一个人呢会扶在手中。我会觉得，如果假设你这个真的是在谈一个合作或谈一个感情，或者是刚好有一个人际关系存在的话，这边呢这2个人其实呢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之后，在这边磨合因为每个人磨合状况不同，你们就自己去想你们到底在磨什么东西 OK 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 OK， 这个人呢，他来到这里已经很稳定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是推进这一段关系，或这一个合作，或者是这一个机会 OK， 所以呢，他会骑着这匹鸟这只鸟不是这匹鸟，这只鸟拿着这个花，就是已经盖好的这个花，就是说我已经盖好这个地基了，所以呢，我现在呢要朝向我想要成功的方向去前进，或者是我们2个打好的这个共识去前进。那另外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个习惯，你有没有发现他喜欢把海马抱着，又喜欢把这个鸟拿着 OK， 那这个人正在看着远方，这是同一个人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代表这个女生的这个角色呢那当然这角色可以互换，你们可以自己去换 OK 哈。我会觉得呢，
他会认为说，好，这个人如果要带领我们这段关系或这个合作向前冲，那我坐在这里呢，我要能够成为一个去接受他本身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有怪毛病的，或者是脾气很硬的，或者是很完美主义的这个个性。OK， 就是说他如果愿意坐在这边跟他一起向前走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接受这个人的全部跟他原本的样貌，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可行。因为他试着在看着远方，就是说这只鸟在告诉他哦，这只鸟是看着那里，就有点像说这只鸟在往那里，他在告诉他说，我们未来的蓝图就是这样咯，我们第一步已经搭建好我们的房子咯，接下来我们要去干嘛咯，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意味。所以这个人必须要能够全然接受这个人的我这样讲哦，因为这个人本身控制，我觉得他有点控制跟领导的这个能量也很强。 OK 哈，所以除非这个人能够完全接受这个人所说的东西，不然呢，我个人会感觉差不多在那边磨着磨着差不多就散会了所以呢，我会告诉你摩羯座的朋友们如果你在这边磨着磨着你没有耐性我觉得你是真的有可能在这边就是大家就好聚好散了。那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会走到第二个月，就是因为这边你已经了解了，所以来到第二个月你也默默的好像有点接受了，或者是可以理解这样的状态了。所以我会觉得有些人你们在这边往前推大概3到4个月就已经开始在跟这个有点像是这个钱币国王的人在磨合了那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权杖10、钱币女王，然后还有这个钱币7，在这里呢，这个第3个月的能量场就有点像说呢，这个象征比较感性的这个人因为由于这个人的带领，我会认为这个人会协助这个女生呢但我这样讲你们比较容易懂你们可以自己调整 OK。这个女生呢，她会升级来到一个钱币女王的这个状态而且呢，她会从这个海底爬出来就游出来开始走到这个陆地上了 OK。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个人这个扮演这个角色的人来讲有点辛苦 OK。因为你注意看这个钱币女王她身上没有任何钱币，她很像是从一片森林里面走出来，意思就是说她才刚开始习惯这样子的身份转换，或者是这样相处的模式转换，甚至是这个人给她的思维上面的灌溉或引导OK。所以呢，你看他什么都没有，他就从这一片森林很像那个美人鱼一样换了脚之后，然后从那边走出来，走上岸，这样就是长这样子的 OK。所以呢，这个人他还在适应他的新角色。然后呢，相对的这边有一个权杖10，这个人在这边把这些花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 OK。所以呢，我会觉得在这边呢，我认为这个人的能量场，就是这个钱币国王这个人的能量场他比较有点像是，我这样讲，如果讲偏极端一点有点像是他很一意孤行，但是这个人要配合他 OK 甚至要因为他转换身份，或者是去适应能够跟他匹配的这个钱币国王的身份，他可能必须要抛下他的感性，或者是他的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把他比较情绪化的那面收起来，他才有可能能够去匹配这样的钱币国王。所以相对的，他也要去承担这其中他想要摘下这一朵花的成果。为什么呢？我刚刚有讲了，他必须要抱着这只鸟嘛，他要巩固这只鸟嘛，那鸟要吃花蜜才能走嘛，所以变成是说他自己要去承担很多，要去摘这些花喂养这只鸟，这只鸟会继续前进。所以变成有一点像是说呢，这个角色不仅要接受他，还要支持他，还要能够不是供养他，供养他很夸张就是说供给他，就是说你继续往前吧，带领我们的关系跟合作往前吧，我就在后面像一个后勤部队一样 OK 那后勤部队就要有一些实质的作为嘛，所以他就必须得转换成这个钱币女王的状态。但是呢，来到这边呢，会有一个钱币7的能量在这里 OK 这个钱币7的能量就是说，你看这个女生她坐在好像满开花朵的树上就是你在这边摘花啦看似好像一切都有结果，很漂亮，应该要开心啊，但是为什么你的脸好像有点臭啊这个就有点像是说好累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辛勤耕耘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你知道吗？然后呢，更好笑的是很辛勤的是辛苦的休息一下之后，这个苹果切一半，还有一半给这个人然后一半留给自己吃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吃力，所以在第3个月，我个人会认为面临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才是刚开始而已
好，所以如果你在前面3-4个月跟这个人在磨合搞到这里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你有点什么样，比如说他认定你，你认定他，或我们签合约终于要来合作，我告诉你难的从这边才开始真正有挑战的在这里 ，OK 所以我会建议你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角色，摩羯座的朋友们你自己要想清楚，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不太好搞。这个人蛮难搞定的，他要你付出这么多，然后他又要按照他的方向去走。这个人本身的控制跟领导的能量很强 ，OK？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人他是有能力的 ，OK？ 他之所以为什么敢这样做，为什么敢一意孤行，为什么敢领导这段关系或这个合作，或者是就是指挥你，就是你来我们公司哪个部门就去那边去那是因为他，我必须要跟你讲，他真的蛮有本事的。OK 所以他也有你必须，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话，他有你必须学习的地方。你在学习的就是感性跟理性，就是这两个角色的平衡，还有如何在这两个过程当中经历这些角色的重生。所以我会认为呢，这个人算是帮你，但是也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做这一趟功课，或者是想不想要扛过这样子的状态 OK 所以这个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意愿，因为我觉得后面才是你们真正开始辛苦或者是开始要去挑战的地方了 OK。 我必须要跟你讲我很少会用辛苦这两个字这个能量场是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微的沉重为什么呢？他们叫我再提醒你一点这边是一个钱币7加上钱币女王，象征的是钱币8，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投入你就不可能到达钱币8，会看到有这个结果 OK， 而且你才刚开始投入而已，你还没有到钱币9，意思就是说钱币9的象征就是我已经胜任这个身份了，但是还没，所以有一段路要走，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很老实的告诉你OK 好，但是我觉得你会在这个人身上面学到很多，但是你学到的东西是属于你的OK 跟这个人之后会不会继续跟你合作，会不会留在你生命当中没有关联，他们叫我直白的跟你讲，也不是说他会离开你他们要我跟你讲说这个课题是为了你成长而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个月份有哪些要实际学习的课题，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OK。 那每个月要学习的实际课题里面呢，当然也会包含有一些关键的人物或者是时间点可能会发生，甚至呢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例如说什么样的事件可能会出现，我们都会在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每个月份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好吧 ？OK 好，你等我一下摩羯座的朋友们，有一张牌卡掉到地板上 ，OK。这张牌卡是给你整季的这个要学习的课题来，我们一起来看。在首月的时候呢，你看你抽到就是钱币5 ，OK 来，你看呢，这个钱币5很像一个女生，她躲在一个角落然后很害怕，然后把自己都盖起来 ，OK 然后她左边跟右边各自有2个钱币 ，OK 所以呢，你注意看这个钱币2加上钱币3，是不是加起来就是钱币5？虽然这张牌卡是钱币5，不过它这张图里面只有2个钱币，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个人会有一点点让你，因为我就把你设定成你是这个女生，好吧？这样我比较好跟你解释整个故事 ，OK？ 我们接下来就一直这样子讲下去我个人会感觉这个人为什么他这个钱币3他要跟你合作可是你是钱币2钱币2就是说你有点犹豫，因为这中间的磨合或挑战或你们之间的这种冲突或矛盾甚至是这种很天差地别的生活环境，或者是周围的人际关系，甚至是兴趣，你会有点犹豫我要不要进去这个状况里面。那这个钱币5呢，会更加让你明显看见你不足的地方，你缺乏的地方，他挑剔你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是会让你有一点挑战，你会让你感到有点害怕，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看你丢成这样子，然后卷成这样子，就是他真的会让你很卷我跟你讲，他真的会让你就是有点像说他这个人，我觉得他是来磨练你跟提升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后面必须要变成钱币女王，意思就是说钱币女王如果把这个钱币投进来，就变钱币3，他就可以跟这个钱币国王这样子来做一个匹配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刚刚要这样跟你说 OK 那这边呢，我会觉得这个人呢，他会让你就是第一个月你要学习的课题是说，你会有很多需要去看到自己缺点，但是要承认它，然后要选择要不要改变它，这个就是你在第一个月份会学习到的课题。因为这个人会点，我跟你讲这个人没有在客气的他会很直白直话直说的点出你很多东西。甚至会告诉你，他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 ，OK 但我不会说他是一个偏执的人格 ，OK 我觉得有点像说，他这个我不能讲他偏执，因为我要讲他什么？就他这个人自我主义很强但是他就是有本事他强的地方，然后偏偏
我觉得你本身也是蛮欣赏他的，可是你也想要像他一样，想跟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你想要跟他在一起，或者你想要跟他合作，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么强大的对手，我跟他合作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那我跟他在一起，我会不会学到很多？或者是他在我旁边，他是不是可以支持我、照顾我，或者是能够让我在某个方面不要太软弱？所以我觉得你是有欣赏他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第一个月份，就是他让你看见很多你要学习的课题哦，你要去通过的考验哦，那你要不要选择去接受？这个就是你1月份要学习的实际课题。那来到第2个月份呢，这边是一个月亮牌卡，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哦，你注意看这个月亮牌卡呢，这边是有一个女生，这边是有一只狗狗，然后这边有一个螃蟹。OK， 好，这边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你们一个人呢是在陆地上，一个人是在水里，就跟这个狗狗跟螃蟹是一样的，一个人在陆地上，一个人在水里。OK， 好，他们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呢，你去想一件事情，这一张月亮牌卡象征的就是说，这个人他只能在陆地上，那是因为他不会到水里，可是呢，你在水里面，你可以上来陆地上。这就是为什么你原本在海底，现在可以走到这个陆地上的原因。OK 所以你是两栖动物哦，我不觉得你输给这个人，这个人反而没有办法下水。OK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认识的这一招，就是在学我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两栖动物。为啥？所以我觉得你看到他很像一只很凶的恶犬。OK 就怕人呢所以我觉得你要上来的时候你会有点紧张，但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螃蟹是有一只那个叫什么螯啊，那边咔嚓它的，知道吗？所以不要紧张。OK 但是我觉得来到第2个月份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要从水面上浮上来了，你要准备上来了，所以相对的，我个人会感觉你就要去思考，因为我说你在这边选择嘛，你在第2个月呢，其实要学习的一件课题就是说呢，你能不能安稳住你自己刚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因为你准备要站上去了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你们2个就是讲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说好了，我们已经大势已定，我们就是要合作，或我们就是要在一起，或者是我们就是要hire你来我们公司上班。现在有点大势已定了。第2个月你要学习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承担这些责任，并且能够去接受你所有的担忧跟情绪或忧虑跟你的考量，这些东西都是你要扛下来的哦。OK 就这些东西是你在2月份要学习扛下的东西。OK 好，所以这个转变呢，其实我觉得对你有好，也有挑战那第3个月这边呢，这个是宝剑6。OK， 这个宝剑6你注意看这个人在夕阳这边划船就准备要回家了。OK 所以呢，我会觉得这张牌卡在你第3个月能量场就有点像说，这中间的这些折腾差不多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情绪搞来搞去，来到这里差不多比较稳了。接下来是实际做事的时候，就像我讲的，这边才是真正的挑战，开始要做事了，袖子要卷起来要做事了。OK， 所以在这样要做事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折腾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宝剑6象征就是折腾要结束了。OK 好，来，那这就是一个起码好一点的一个征兆嘛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张牌卡呢，在你3月份要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接下来这些情绪的关卡已经过了。不过你去想这个船要去哪里？船要靠岸咯，对不对？船就是要靠岸，你人才可以回家嘛。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跟你讲，你这个人上岸了，从海底上去上来，原因就是在这。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在传讯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要我用什么字，是因为这些牌卡它会互相在前后不断的去做一个对应。OK 所以你即将要上岸了。所以接下来你要开始去适应你就是我们这样讲假设你以前是小美人鱼，你要开始适应怎么用你的双脚去走路。OK， 所以你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你要学习的课题就是如何像一个钱币国王跟女王一样。OK 真正的去落实一些在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真正实际要你卷起袖起来去处理的事情。就是说很现实层面的事情我这样讲就是说你以前这些幻想、感受、情绪我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这个东西有可能在这边必须要被先放到一旁，因为你跟这个宝剑不是你跟这个钱币国王你们来这边你们在处理在谈的事情都是很实际的东西，比如说谈钱谈资源谈谁要去买这个东西谁要顾这个孩子谁要负责养家，类似这种很实际的东西，好吧 ？OK 所以呢，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你抽到的这张牌卡是圣杯5。OK
来，这张圣杯五呢，其实说实在的，你看哦，圣杯五它是很开心的在这边插花的。通常啊，大部分的人解牌哈，会说圣杯五是一张不是很好的牌，但其实你看你这张圣杯五哦，你笑得多灿烂。OK， 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真正的这个圣杯啊，这边只有圣杯五啊，这边只有2杯，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这2个圣杯就是你们这2个人终于结合了，所以在这整个记录过程当中，这个结果是会出现的。不过，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哈，在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看，你买了一把花回来，为什么这个杯子插满了这个花瓶，这个花瓶只有插1枝花？OK， 可是你还是笑得很灿烂。好，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这边有几个在整季度你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 ，OK 哈，这个花你就把它当做想成是一个养分，也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不是要去采花吗？你要喂这只鸟吗？你不是要去采花吗？对不对 ？OK 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人会让你付出比较多。OK， 所以你会给予自己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你是快乐跟心甘情愿的。但是某部分的人，我要提醒你，你可能会有点失衡，因为你看他这边的花多么的茂盛啊，你只有1枝，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自己能够调整一下平衡，好吧？这是你每个月要学习的实际课题哦。那第2个部分。我个人会感觉哈，既然这个结果已经产生了，变成了圣杯2了 ，OK， 所以你要开心快乐、心甘情愿或甘之如饴的去接下来好好去经营这个，可能是感情，可能是关系，可能是比如说一段合作的伙伴，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新的工作。OK 哈，因为你们2个是有点经历了磨合哈，就像你过关斩将，终于要来这间公司上班了，真正的开始要训练的才刚来了，所以他们说呢，在接下来这个状况当中呢，他们要请你。要思考一下，好，如果假设在这中间过程中你觉得太累了、太怎么样了、什么等等之类的，我想放弃了。他们说不要忘了，一开始你不是就是想要拿到这个圣杯2吗？现在这个圣杯2拿到手了，正是你该去想办法让这个花瓶插得丰盛的时候，或者是让它比如说剪这些花回来呢，让它看起来很漂亮，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个画面去把它补满。OK 哈，因为我看到是有人在插花的那种画面，就你刚说你要怎么样从零到有，因为花瓶它原本就是一个空瓶嘛，里面没有花，要你把它插上去之后，这个花瓶才会漂亮，这个花也才会漂亮，它们是互相相称的。所以你实际学习的课题，也就是代表说你们要如何互相相称对方。让对方因为有你，你因为有了对方，所以你们2个都可以闪闪发光。这个就是你在这个季度整个季度要学习的实际课题。那最后我们来看一张王牌，来看一下你的王牌在这一季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好吧 ？OK 哈，好来。这张牌卡是宝剑8哈，你的王牌啊，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简单，没什么废话 ，OK 哈，就是要告诉你啊，你其实可以展翅高飞了。所以不要把自己困在原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你去看到不同的世界跟不同的视野。OK 哈，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开始都是卷曲在一起 ？OK 哈，所以他们有跟你讲，这个笼子并没有把你关起来，最重要的是你还拥有一双翅膀。所以他们说是时候该长大了。他们说这张牌卡有几个含义啊，就是这只小鸟终于翅膀硬了，要出去看一下不同的世界，要开始去改变它。以前有妈妈照顾它嘛，哈，你去看小鸟在鸟巢都是妈妈照顾它，它要开始自己飞翔了，甚至它要去面临这些，比如说我们就是自然圈的这个食物链了嘛，要小心啊，可能不要被老鹰吃掉啊，哈，类似像这样 ，OK 哈。所以他们说呢，你要开始去适应这些很生活、很现实的东西了，所以你要把你的理性跟真正去做这些事情的这种魄力和跟行动力拿出来了。还有，不要局限在这里了，是时候该去看到不同的世界了。这个就是你的王牌要告诉你的2件事情。OK 哈，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害怕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哈，或者是你会比如说我们这样讲会紧张哈。他们说啊，你如果不跨出你的舒适圈的话，那你永远都不会了解外在的世界。OK 哈，所以他们说去尝试，去勇敢的去做，你只是扩展你的舒适圈，你不是去怎么讲？你不是去抛弃你的舒适圈，好不好？因为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们在这边会经历一些挑战，因为这可能是一份工作，或你在创业的这个梦想，好不好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上半场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呢，我的这个影片连结就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哈，就在这个影片下方资讯栏，你们可以自己去点开，下面有非常多详细的说明。如果你想要来了解到这整个季度非常详细的这些细节解说，就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延伸牌卡解读的部分，好吗？好，那以上这些就是上半场要提供给摩羯座的资讯啦，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也非常感谢摩羯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